2023年4月25日，陕西柴登村村民打了一口水井，想用地下水灌溉耕地，谁知竟被要求把水井拆了，还要罚款2万元。现在挖个水井怎么还犯法了？村民挖的这口井是为了方便抽取地下水，用来灌溉耕地里的农作物。然而执法人员赶到现场，却对他们进行了普法教育，他们违法了。是什么法律不让村民自己打水井取水呢？这条法律是来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的第48条，直接从江河、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，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，并缴纳水资源费，取得取水权。地下水属于国家资源，并不是流到谁家房子底下，这些水就归谁所有了。要想凿井用水，就必须取得相关的资格证，只能拿证办事。这几位打井的村民都没有取得取水权，他们在这里凿井属于非法挖井。按照法律规定，村民们除了接受教育、拆除取水设施以外，还要交2万的罚款。普法顶流罗翔老师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案例。一个洗浴中心为了节约成本，就打了2口井，平常呢就用井水，营业了一段时间就被抓了。罗翔老师问同学们，这种行为要被定什么罪？同学们绝对想不到，这种行为要被定非法采矿罪。非法采矿，这水难道是矿吗？是的，地下水是矿产资源。根据我国资源统计时使用的分类，矿产资源可以被分为10种，而第10种就是水汽矿产类资源，包括地下水、地下热水、2氧化碳气等。地下热水的存在，并不是有人在地底深处架锅烧水，这些热水的温度来自地球内部的热能，一般把高于当地年均温的地下水称为地下热水。收回矿产资源，我国将所有由地质作用形成的可以利用的固态、液态、气态的自然资源都称为矿产资源。对这些资源的勘察和开采都得依法进行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第11条的规定，全国的矿产资源都归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管，比如村子里和山沟里，这些就归当地行政区域内的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管。想要开采地下水，都得去找相关部门申请资格证。罗翔老师在讲完案例之后还开玩笑说，水当然是矿，我们喝的水都是矿泉水嘛。那么是不是以后在自家院子里凿井就都是违法行为了？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取不到水，只能寄希望于凿井取水的人该怎么办？其实水法中明确指出，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、圈养、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除外。也就是说，要是因为距离水源太远，或是居住的环境没有用水条件，那么百姓可以凿井取水，用地下水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，也可以为家里散养的家禽。当然，这种法外开恩是法律人情味的体现。要是有人偷偷用满足零星家禽的水去供给大型养鸡场，这种人被抓到就会被判得很重。根据水法的规定，执法人员可以责令违法分子停止自己的违法行为，在规定时间内采取补救措施，比如尽快补齐手续等资料。但是呢，仍然要被处于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要是未经批准擅自取水，或是未依照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，还会被吊销其取水许可证。